你有抱怨或者听别人抱怨的经验吗？是否曾经抱怨自己上学没遇到好老师，抱怨工作不是理想的职业，抱怨领导和同事让自己怀才不遇，抱怨父母没有人脉关系网，无法为自己搭建人生平台？谁知道抱怨除了宣泄情绪外，没有任何实际作用，可人们还是忍不住要抱怨，时时刻刻随时随地的都在发生，几乎成了人际关系交往少不了的内容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是艾丽。我会在这里和你们分享有关我灵性成长的 blog。如果你们喜欢这类型的分享的话，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，并且按个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哈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影片哦。感恩，谢谢你。当事情不如你意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呢？别说你什么都不会做，你一定会做点什么的。在心情上，你一定会让自己符合不如意的状态，不管是忧郁还是焦虑，你总要沉溺在某个心境之中，让自己清楚的知道现在不是自己想要的。当然，你还会充分利用你的嘴巴，讲是一定要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需要告诉别人自己不如意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内心的标准没有被满足，或是内心的需求没有被重视到，我们会抱怨，会用讲的方式诉说到底事情有多不顺利，对方有多不应该，自己到底有多倒霉。爱抱怨的人似乎对每一件事都有意见，从早上睁开眼睛到入睡，抱怨就没有停下来。过度抱怨是得不偿失的发泄，它不会让事情得到改善，反而会让身边能提供帮助的人失去耐心和信任。当人们开始抱怨时，就会把专注力集中在对方的缺陷上面，像一个喷射负面情绪的大怪兽，让身边的人心情也跟着变糟，自己得不到想要的帮助，还会给别人添麻烦。可以说，这样的抱怨是一件损人不利己的事，也是最愚蠢的事。你一天会抱怨多少次呢？专家研究抱怨病的学者统计，一般人大约落在15到30次，平均人在清醒的时候，每小时会发出1到2次不满之声。有人是为了开启话题，真麻烦啊，下雨下不停，这种抱怨杀伤力最小了。有人是为了深化和对方的关系，跟你说我真的很可怜，我老公如何欺负我，新来的那个真够白目，我们都不想要理他。误以为分享心事，抱怨他人能拉近与听者间的距离，这类型的抱怨就很容易积怨成疾。悲观型的抱怨者有较高的几率患有忧郁症、失智症、癌症、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和其他退化疾病。在研究抱怨病与健康的关联性时，一开始大家研究的是爱抱怨的人会怎么样，后来才慢慢意识到，被强逼听人抱怨的人才是更无辜的受害者，而且被逼接受这些听觉污染的人，健康受损状况通常比抱怨者本人还要严重。不得不听人家抱怨，最主要伤害到的是大脑海马回的功能。海马回是负责管理你的记忆跟学习能力的。要是你经常被爱抱怨的人缠上，被逼听一些叨叨絮絮低品质的碎念内容，大脑就会厌世又感叹，这都是什么垃圾话，我不想记也不想学了。这样海马回就会渐渐萎缩，功能丧失，逐渐影响个人的记忆力与学习能力。关于抱怨这种听觉污染的防治，比防噪音难多了。以下提供5招，希望能帮助大家保护好大脑。第一，溜之大吉。能遇到高分贝噪音一样，能闪就闪，脚底摸油去做正事。若无法改变任何现状，仅仅把时间浪费在聆听惯性抱怨上，世界也不会因此变得更美好。第二，转移焦点。要是溜不成，非得听不可，尽力缩短时间，也能减轻伤害。不妨引导对方将话题转向正面、积极、有趣的事，比如说，闺蜜又在埋怨男友不够体贴，你把话锋一转，改约她出去运动
或看场电影。第三，回到现实，当家人抱怨东抱怨西，你可以反问，那你做了什么处理吗？还是需要我帮忙处理？不如我们这样做。这招很可能会激怒对方，所以用的时候语气要尽可能柔和，直接对抱怨者说 Stop， 别再抱怨了，他是很难听进去的。不如反问他，为了改善状况，你做了什么呢？直接突破盲点，拉他回到现实面，实际做出一些改善更好。第四，一起变好。面对无关重要的人，他一抱怨，你既顾逃走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万一是家人、室友这类对你而言蛮重要的人，你不想溜的时候，那就花点时间跟他好好说明，抱怨是伤身体又伤运气的坏习惯。我希望你能活得更快乐，所以我们一起练习不抱怨吧。也可以翻本书，少抱怨这篇给他看，鼓励他，同时也鼓励自己，从每天抱怨30次、20次、10次逐渐减少，抱怨时间从1小时缩短到半小时、几分钟，到最后草草30秒就能结束。第五，帮他转换信念。在西塔疗愈里，我们会利用信念转换技巧来帮家人或身边的朋友做信念转换的疗愈，把原有不好的信念移除，然后输入新的美好信念给他，感觉就像把那些心灵上负能量垃圾清理，然后把其心境翻新、净化，再喷上香香一样，帮他们重启充满光与爱的正能量。虽然透过抱怨能缓释心理压力，但并不能让人收获快乐。老是抱怨的人，其实是在拉大自己与快乐之间的距离。心理学认为，快乐是一种能力，孩子的快乐是天性，成年人的快乐则是智慧。真正快乐的人，大都很少抱怨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有一个费斯汀格法则定律，认为生活中的18%由发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，而另外的98%则由你所发生事情如何反应决定。也就是说，生活中有18%的事是我们无法掌控的，而另外的98%却是我们能掌控的。快乐的人们之所以做得到少抱怨、不抱怨，是因为他们深知抱怨无用，比起抱怨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正面积极态度。但谁不想快乐呢？有谁希望自己生下来就爱抱怨呢？如果你不想继续背着抱怨过日子的话，就得认真地问一下自己，有什么原因导致你一直怨气冲天呢？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有这么严重吗？它对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？这个问题有办法去解决吗？你有尝试了很多办法去解决了吗？是你放不下面子，还是真的是对方的错呢？我相信有问题就一定会有答案，没有答案是因为人们不敢面对问题，而并非问题本身。我也是过来人，抱怨真的一点屁用都没有好吗？它不但浪费很多青春、时间和金钱，最重要的是那股精神内耗真的要人半条命。你想想，值得吗？你回头看看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，你为自己做了什么？你有注重过自己吗？别人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为什么每隔1-2天你就要提到这个人、这件事呢？那你呢？你怎么了？你在哪里了？你找回自己了吗？不要老是盯着问题看，问题本身就不属于你的，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为什么要去纠缠不清？同事说你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；伴侣不懂你是他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；父母、兄弟姐妹为难你，那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；朋友不懂你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为什么你总觉得所有人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呢？你有察觉到吗？每次在你抱怨之后，问题根本没有被解决到，它反而一直在反复的产生恶性循环，变本加厉，不是吗？所以我才说，问题不在于你这里呀，问题不在自己身上，那你要如何解决问题呢？就算你想出100个解决方法也没用。
你懂我在说什么吗？把专注力回归到自己的内在，关心一下自己到底需要什么。先从改变自己的心态出发，当你改变了，身边的人也会跟着改变。请记住这句话，当你是谁，你就会遇见谁，这是吸引力法则。你今天之所以一直感到不满，感到不开心，是你自己的问题。你要懂得分辨问题来自哪里，这个问题是属于你的吗？还是别人的？如果是属于你的，你可以自己想办法改善或解决。如果问题是来自于别人的，就不要逞英雄，把所有的责任一人扛下。没有人会因此感激你，觉得你很了不起的。把对方的问题还给对方，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，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你抱怨的机会。试着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生活模式，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把自己管理妥当，让别人趁机触犯了我们。为自己设下保护罩是有必要的。好好的经营自己，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能量吧。生命是自己的，不要迷失在别人的评价里，用心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爱丽与光祝福你们，我爱你们，一定要活出自己，一定要幸福哦。如果你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把它分享出去，让更多有需要的人感受到光与爱，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。感恩 Namaste，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哒哒。